Google 刚交出了一份资本支出超乎预期的财报，手握高达400亿美元的未交付订单，这背后明确撑起了下游硬体的庞大需求。但在这波 AI 算力大爆发的节骨眼上，我们来看8431汇赚客，数字却极度反差。2026年第二季的营收居然只有 2.0 亿元，年减幅度高达 21.4%， 甚至今年第一季的 EPS 还是负的 1.04 元的亏损状态。从财务角度来看，自由现金流受压，这营收衰退的数字真的非常刺眼。不过，如果你只盯着这 21.4% 的衰退，你绝对会错过这家公司正在进行的一场物理与化学层面的超级质变。说白了，他们正在经历痛苦的拔管期，拔除过去过度依赖的低阶消费性电子业务。传统 3C 电路面临严苛的砍价压力，那是一种慢性失血。这阵痛期是必要的，因为他们真正的野心是转型成一个无可取代的 AI 高频密制造与表面处理平台。摊开管理层的激进蓝图，他们承诺要在短短3年内把高达 75% 的消费性电子营收占比硬生生砍到 20% 以下。从 3C 全面转向 AI， 这代表着极高的营收断层风险。在 AI 新产品完全放量之前，财报数字绝对不会好看。当我们切换到工程极限的角度来看，这根本不是选择题，而是生存题。当 AI 算力的传输速率从 800G 跃升到 1.6T， 当晶片功耗突破1000瓦，传统的冲压件早就扛不住物理极限了，必须全面转向压铸或锻造件，而这背后极度依赖高精密的表面处理来支撑高频讯号的完整性。所以放弃低毛利的 3C， 把产能重压在 AI， 完全是顺应物理学法则的必然结果。既然要重压，我们就来拆解他们的三国版图战略。深圳是研发与自动化重镇，主攻 1.67 光模组与 GPU 水冷板。越南宁平专攻 CNC 加电镀一条龙。而最关键的是泰国大成的新厂，但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财务压力。泰国新厂高达3亿人民币的资本支出，在公司本业还在亏损的情况下，这3亿会带来庞大的折旧压力，直接掐住未来的自由现金流。为什么非花不可？因为这是美系云端大厂 China Plus One 的硬性要求，你没有东南亚产能，就连入场券都拿不到。这3亿人民币换来的是东盟最大的高阶电镀平台，是一道实体世界里别人难以跨越的特许护城河。而且大家要知道，电镀可不是一般的组装代工，为了保证高频讯号零损耗， 1.6T 光模组的电镀层必须通过高达500小时以上的极端温湿度循环测试。要达到这种化学稳定性，还要维持 95% 到 99% 的超高良率，制程中就必须使用像铅化钾这类的剧毒化学品。这就是泰国厂那张每天1200吨合法废水处理执照价值连城的地方。从 ESG 和行政壁垒来看，现在东南亚对高污染产业的管制严格到不行，竞争对手就算现在想砸钱进场，光是搞定环评拿废水许可到建厂，至少也要卡个12到18个月以上。这1200吨的处理量，直接帮未来3到5年的扩张打下死机。护城河确实很深，但我们还是得面对眼前的财务断崖。管理层画出的大饼是，未来 AI 光通讯跟车用要拉升到 80% 以上，这就意味着，如果 AI 产品的放量速度填补不了消费性电子流失的缺口，公司就会继续在亏损的泥淖里挣扎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必须紧盯他们口中的3大成长引擎，看看这些订单到底能不能如期兑现成真实的获利。这3大引擎的放量时程其实都有强大的技术刚需在支撑。第一，40TB 以上的 AI 伺服器大容量硬碟，预估在2026年需求年增就能达到 30% 到 48%。第二 ，Google TPU 的镀金水冷板市场规模预估会从2026年的350万颗到2027年直接翻倍达到700万颗。第三 ，1.6T 高速光模组从2026到2029年的年复合成长率预估将突破 100%， 只要微观的电化学良率能达标，这些就不是虚无缥缈的预测，而是实打实的订单。听完汇钻科从3国战略布局到 1.6T 光模组放量转型的野心已经非常清晰。聊到汇钻科的镀金业务，就让我想起之前聊过的散热巨头奇宏，在越南厂包办了各种加工，为什么偏偏把最赚钱的镀金拱手让人？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接下来我们要揭开散热巨头的禁区，更要直接拆解那块攸关公司生死高单价的软金黑科技。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，不管影片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在干嘛的影片。进入核心矛盾，3017奇宏在越南大扩厂 ，V1 到 V15 厂房机加工跟组装一手包办，技术这么强，
为什么独漏了利润极高的水冷版镀金？答案很简单，企业 DNA 完全互斥，散热厂要维持高 ROIC 跟轻资产策略，而电化学表面处理伴随着极高的 ESG 红线风险、剧毒氰化钾管理，还有那张超难拿的废水执照，散热巨头绝对不会去踩这个地雷。这刚好印证了汇篆科的价值，再加上静默式一两因为成本跟 PFAS 福泽化学品封杀而退场，单项水冷板成为唯一解。NVIDIA Rubin 架构更让水冷板用量暴增5到7倍，这市场潜力简直大到难以想象。而在水冷系统中，最脆弱的就是快拆接头 QDC。以往机加工做完再发包给电镀厂，两边常常因为公差不合互踢皮球。汇篆科在越南宁平厂直接打通了 CNC 机加工加电镀的一条龙服务 ，CPK 大于 1.66， 这在工业上代表着极致的公差控制，容错率几乎是0。因为 AI 水冷接头只要有一点点应力腐蚀，漏水直接毁掉整台伺服器。汇篆科自己掌控所有品质，把整条价值链的利润都吃下来。不过，这里也有一个极端集中的风险，那就是他们目前高度依赖单一客户 Google TPU。我们来拆解这个 Google TPU 镀金水冷板。水冷板镀金真的只是行销噱头吗？绝对不是。Google TPU ASM7 为了突破散热极限，直接取消晶片上盖，用银箔把晶片直接焊死在水冷板上。这可是1000瓦级的高温啊！这时候汇篆科专利的铜、镍、金三明治软晶镀层就是唯一的救命仙丹。底层铜导热，中层镍防腐蚀，最外层的软晶更是绝对的刚需。因为只要镍层接触空气产生微米级氧化，焊接就会空焊。更可怕的是，在1000瓦级高温下，没有软晶阻隔，铜原子会发生金属迁移，直接把昂贵的晶片烧毁。这是1000瓦以上高算力晶片散热的唯一化学正解。正因为这项技术是硬核刚需，赋予了汇篆科超强的议价能力。这块独家供应的 TPU 软晶水冷板单价竟然高达$30，这$30的 ASP 绝对是扭转获利的核心武器。但一体两面，高单价也意味着材料极度昂贵。如果量产初期的良率稍微掉期，没办法维持他们宣称的95% 到99%，那光是材料报废的成本就会直接反噬掉他们微薄的现金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把目光拉回残酷的财务现实。技术再强，最后都要面对损益表的无情检验。2026年 Q1 的 EPS 是负的1.04元，而且泰国新厂3亿人民币的资本支出，未来每个月都会转化成沉重的折旧费用压在账上。如果良率爬坡不如预期，或者客户拉货稍微递延，原本预估2026下半年的亏转盈转折点就会往后推，那时候公司的折旧压力跟现金流真的会面临生死交关的考验。所以时间表成了这一家公司名副其实的生死线。我们回顾一下他们之前的放量时程，其实已经比早期承诺的延后了2到4个季度，现在真的没有退让空间了。2026年8月 TPU 水冷板必须通过 PPAP 验证，9月一定要正式量产，这是能不能摆脱营收低谷的关键。接着10月到12月，深圳 1.6T 产线要汇入，泰国新厂年底设备必须到位。到了2027年第一季，泰国的全自动线必须通过美系客户验证开始放量，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不容许有任何差错。总结来说，汇篆科在 AI 水冷散热与光模组表面处理上，确实握有技术刚需跟行政特许的双重护城河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但资本市场是冷酷的，一切的技术领先跟战略布局，最终都必须转化为财报上的实质获利。2026年下半年将是决定汇篆科生死的最后试金石。你认为这座技术护城河能如期挡住财务折旧的洪流，顺利迎来 EPS 的大爆发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次见。